它是台湾海军最强的水面舰艇部队，它是装备台湾海军最先进战舰的唯一舰队。它虽然成军较短，却已是亚洲地区强大的海军舰队。它就是台湾海军第168舰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纵观台湾海军现如今的众多舰队，从总体编制上来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124舰队、146舰队和168舰队等诸多海上军事力量。其中168舰队虽然是台湾海军诸多舰队中较为年轻的一支水面打击力量，但自从装备基隆级导弹驱逐舰后，该舰队不仅一跃成为台湾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部队，更是成为亚洲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超强战力。那么现如今秉承着海军忠义军风和毛练精神的该舰队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其舰队实力又究竟能位列世界海军第几呢？台湾海军第168舰队的历史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出于加强台湾东海岸防御的需要，台湾海军虽在准备充分后，以刚抵达台湾不久的宁洋舰和宜阳舰为基础，在苏澳中正基地正式组建了海军第168舰队，并且划入舰队司令部战斗序列，以此来替代原中正基地指挥部的防卫作战任务。下辖以海宁、宁阳、淮阳和宜阳为主力舰艇的251战队，以凤阳、汾阳、济阳和兰阳为主力舰艇的231战队，以及支援队、舰队部和苏澳作战中心等直属单位。而这支极为年轻的舰队也在进入21世纪后迎来一次重大变革。2001年，为了完成与台湾的军事装备采购计划，美国将原属于美国海军的4艘基德级驱逐舰出售给台湾。但是不久之后，出于台湾光华7号计划的实施，这4艘军舰便直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道顿工厂开工完善，并根据台湾4大军港依次命名为基隆、苏澳、左营和马公舰，足见其重视程度。2005年12月，基隆舰和苏澳舰在历经4年终于抵达台湾后，正式列装进入台湾海军第168舰队服役。其中苏澳舰划入第231战队战斗序列，基隆舰划归第251战队战斗序列。2006年5月，出于种种军事原因，第261战队虽在台湾海军的主持下正式组建，下辖基隆和苏澳2舰主力战舰。2006年11月，为了使海军兵力调度更加具有弹性，并充分发挥基隆级军舰优异性能的需要，左营和马公2舰在抵达台湾不久之后，正式列装进入台湾战斗序列，独立成军。2014年11月，出于台湾精粹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台湾决定将现有的舰队进行大规模合并整编。原261战队遂奉命编入第168舰队，该舰队也得以重新将基隆和苏澳2舰划入第231战队麾下。第251战队还因此将左营和马公2舰纳入自身编制之中，以方便人力管理和任务分配。第168舰队至此不仅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战力提升，同时还成为台湾乃至亚洲一支强大的水面打击力量。台湾海军第168舰队简称168舰队168，其驻地位于台湾宜兰县苏澳，为台湾海军舰队的主力舰队之一，不仅是台湾东北部海域的重要水面舰队，还是台湾海军水面打击力量的重中之重。该舰队的主要任务不仅担负着台湾东部海域的巡逻侦察，而且还负责辖区内的海上紧急突发状况处置和防卫安全，还会对苏澳港内的各型军舰进行督导例行训练、作战管制、常规和战备整顿，战时则会按照命令进行作战任务，以保证辖区内的海域安全。第168舰队的所在地苏澳港旧称东港，原为一小型港口，其地形3面环山。1965年，出于地方发展的需要，台湾高层在南方澳北边开始建设小型商港。1969年，出于多方考虑，台湾决定将苏澳港扩建为基隆港的辅助港，并作为军港使用。该港也因此在1974年被列入10大建设之一。1978年底，历经3年建设，苏澳港第1期工程竣工，并且开始进驻兵力。其建设工程于1983年6月全部竣工。作为台湾东部唯一的一座正规大港，苏澳港分为南方澳、北方澳和苏澳3个海湾。南方澳为渔港，苏澳为商港，北方澳为单独建设的海军中正基地。
且台湾的4大军港中，只有此处有水深达15米的外港设施，可以停靠吃水10米的基隆级驱逐舰。基隆级导弹驱逐舰原为美国海军基德级驱逐舰，是台湾所装备的一系列为数共4艘的导弹驱逐舰。该型军舰计划未来在台澎防卫作战中，平时将负责重要海域的巡逻侦察任务，以提高台湾军事力量的临时反应时间。战时则主要担任由不同作战舰艇组成的海军舰艇旗舰，不仅可以控制重要海域，用以遏制敌军，还能作为陆基战管中心和作战中心，进行联合制空和制海作战。该型军舰满载排水量9783吨，全长171.6米，全宽16.8米，最大吃水10.36米。其动力来源为4座奇异 LM2500燃气涡轮引擎，功率8万马力，最高速度33节，其续航力为30节3300海里到17节7800海里。全舰共配有包括31名军官和332名士兵在内的363人。基隆级的原型舰基德级驱逐舰最大的特色为该舰具有强大的反舰、反潜、防空作战和战场管理能力，不仅能作用以不同作战舰艇编成的作战分队旗舰，还能在岸基防空制海火力所覆盖的海域外进行外线机动作战。该舰的主要武器为2座可以发射 RIM-66 标准2型舰对空导弹或者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双联装 MK-26 双臂导弹发射器，2座 MK-45 MOD-2 127毫米舰炮，2座4管 RGM-84 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管 MK-32 型水面舰船鱼雷管，2座 MK-15 密集阵近防系统。另外还装备了2架 SH-2 反潜直升机和2架 S-70C 反潜直升机等。从1995年诞生以来，台湾海军第168舰队仅在历经近20年的整顿和改编后，就在21世纪成为台湾海军最坚强的制海主力。而该部队在因此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亚洲水面力量的同时，也为台湾海军的改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且作为台湾海军的最强战力，虽然168舰队的主要任务现阶段主要为负责台湾东北部海域安全，但是由于该舰队装备有台湾全数的4艘基隆级驱逐舰，所以其主要作战任务在战时会根据需要进行大规模联合作战。现如今，作为台湾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168舰队所辖各战队一般会在驻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战时则会成为近海区域内的反击部队，保证辖区内的海域安全，且在执行作战任务时担负着区域的反进攻、反军舰的紧急军事行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期再见。